来到我们美 US Law 北美法律第一频道，记得订阅我们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获取最新视频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孟小杰律师。今天呢，我在这里和大家分析讲解一下关于 H4 公卡的一些事情。那我们在实践当中呢，经常会看到很多人有问到说 H4 到底能不能够申请公卡，然后 H4 公卡申请的条件有哪些，然后呢还有一些非常小的一些小细节哈，包括它和申请转换身份之间的关系啊，或者说和之后485申请之间的关系啊等等，也经常会有同学有问题。那我们就借着本期视频和大家一一的讲解一下。首先，那就是 H4 的公卡到底哪些人可以申请呢？那对，不是所有的 H4 都可以申请公卡哈。那 H4 可以申请公卡的条件完全取决于他的配偶，也就是那个 H1B 的身份的人，他的绿卡进行到什么样的阶段了。所以呢，首先我们要看这个 H1B 的主申请人，他是不是已经开始绿卡申请了。如果说他都还没有开始绿卡申请，那对不起，这位 H4 的配偶肯定是不可以申请公卡的。那假设说 H1B 已经开始申请绿卡了，如果说他的140已经批准了，那么 H4 是可以开始申请公卡的。所以140批准是肯定可以的。那如果说140还没有批准，是不是就一定不可以呢？也不是。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面，只有是满足 AC21， 也就是那种 H1B 6年以后要延期的这种情况下面的人，他的配偶的 H4 才有可能可以申请。所以如果说这个 H1B 的人他的140还没有批，但是他已经在进行6年以外的延期了，并且他是用的是就是365天已经过去了，自从递交 Perm 或者140的申请以来，那如果说他符合这个条件的话呢，那 H4 的配偶也是可以申请公卡的。所以基本上只有这两种情况下面 H4 可以申请公卡，而且大部分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是用140的批准是更常见一点的哈。那如果说这个 H1B 的申请人他已经递交了 Perm 140过去了360天，但是他并没有在做6年之外的延期，这个也是不可以的。好，那一旦如果去申请的话呢，那他是什么时候可以提交？那首先他可以和 H4 的身份转换是一起提交的。比方说这个 H4 想要申请 H4 的配偶，他现在不是 H4， 那你在转申请到 H4 身份的时候，也就是递交 I-539 的时候，可以同时去递交这个 EAD 卡的申请，所以他们可以 concurrent 的进行。当然 EAD 卡的申请不应该早于 change of status 的申请，这一点要注意。那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是 H4 的身份了，那你的 H1B 的配偶他哪天140批了，你哪天就可以去递交 EAD 卡的申请了，所以这也是一种可能性。那如果说这个 H4 的申请人是在海外领事馆申请 H4 签证进来的，那一旦你拿着签证入境了以后，就可以递交 EAD 的申请。如果说符合条件的话，那如果说你只是拿到了签证，你还没有入境，那对不起，因为你的 H4 的身份还没有正式生效，没有被激活，所以并不可以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申请公卡的时候呢 ，H4 的申请人其实并不需要一直都留在美国哈，在这个期间，其实你的旅行并不会影响你的公卡的申请。但是假设说你是一个从其他身份要转到 H4 身份的人，那在这个期间你不能够随意的旅行，因为如果说你旅行的话呢，就会影响到你的申请转换的身份的这份申请，那这份申请没有了，它会被拒绝，因为你的离境被拒绝，那你的 EAD 卡也不会拿到了，所以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对于那些已经拿到 H4 签证的人，他进来了之后递交了公卡，如果说他又想要旅行，这个是没有影响的。那如果说拿到了 H4 的公卡之后，它的时间是多久呢？它和你的 H4 的身份是一致的。那 H4 的身份又是多久呢？这个和 H1B 的身份持有人的到期日是一致的。那这里呢也提醒一句，那就是 H1B 是跟着某一个特定的雇主的，但是 H4 的公卡并不是。也就是说，其实 H4 如果拿到了公卡之后，享有的这个职业的自由度其实要远远的大于 H1B 哈，因为 H1B 你还只能给这家雇主工作，你还不能够做1099，但是 H4 的话没有任何限制，理论上就可以像绿卡一样给任何的雇主做任何的工作，你可以给自己工作，可以给别人工作，可以做合同工，可以做 W2 的雇员，什么都可以哈，没有限制。但是它虽然这么的听起来那么的棒，但是它也有一些小小的遗憾，那就是 H4 的公卡它不像绿卡的那种 C9 的申请当中产生的公卡，它会有180天的自动延期。也就是说，如果 H4 它在公卡到期之前没有拿到一个延长的
一个工卡的话，你的工作许可就会断掉，就会停止。那这个现在目前的案件当中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。大家都知道，现在的工卡审批也是非常非常的缓慢，所以就面临着大量的这样 H4， 甚至于包括一些 L2 都有这样的问题，那就是工卡不能够及时的到，所以这些人的工作许可有这么一个中断的情况。所以呢，会建议大家，如果说你是用这样的工卡的，请务必在到期之前的半年，也就是最早的时间点，你就可以开始你的延期申请了。然后另外呢，就是很多人会问说 H4 的工卡和485，如果说你和你的配偶已经到了可以递交485的时候，那和你们的485是不是会冲突呢？会不会和485的工卡有冲突呢？没有冲突。所以如果说你们开始进入到485的递交的时候，也可以同时去申请485的工卡哈，这两个是没有冲突的。而且现在485的工卡申请也没有费用，所以就是一个不生白不生的一个状态，它可以作为一个备选的方案。如果真的像刚才出现那种就是延期，就是没有能够及时的批下来，那这个时候你也可以用485的工卡作为一个补充。好，以上就是主要的一些常见的 H4 的工卡的问题。那如果说有什么其他的问题，大家也可以留言给我们。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，那就帮我们订阅、点赞、分享吧。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你的法律问题我最关心。